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哈里Sir，歡迎來到臭男。作為一名前福特車主啊，時隔許久再次開上一台福特，我的情緒還是蠻激動的，而且還是一台縱置4驅腳踩 AT 胎的大福特。 福特探險者昆仑穿越版啊，这是探险者家族一个全新的成员，而我们现在正在干的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非常符合这个车型的命名啊。我们现在正行駛在滇缅公路上，来真正意義上的進行一個穿越，希望不要穿越到這個馬路的另一頭去。雖然說這條非鋪裝路面呢，它的難度並沒有特別高啊，它畢竟還是一條路。但是呢，由於昨天下過雨啊，所以說現在這個路面呢，還是相對這個路況有點複雜啊，又有一些沙石，也有一些那個泥土，同時甚至路邊還會有一些小的塌方。但即便如此，我們是帶着速度在這條路上來進行行駛，其實也依舊沒有覺得有很慌張的地方，整輛車還是非常游刃有餘的。 探險者的硬件其實我們相對都已經非常的熟悉了啊，它 2.3T 的4缸引擎呢，最大可以迸發出289匹的馬力和445牛米的最大扭矩，它可以讓這輛超過2噸的龐然大物在8秒鐘的時間內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時。而同時，這個非常澎湃的燃油動力啊，它其實是通過一種相對比較細膩柔和的方式，通過了水體變速箱，通過了4驅系統，最後傳遞到路面之上的。所以說，即便是在一些濕滑路面之上，我的右腳也不需要太過多的去擔心。而同時，昆侖穿越版的專屬越野套件也是為整個行程提供了更強的這個保障。18寸的 AT 胎除了可以在濕滑路面獲得更多的附着力之外呢，還可以在一些碎石路面來提供更多的胎壁的保護啊。而後軸的托森限滑差速器也可以在濕滑路面中給車輛、給車輪吧賦予更多的一個牽引力。而最後車頭的那一塊鍍鋅發動機下護板也可以讓我們在碎石路面能有更安心的一個行駛的狀態。即便我們以一個接近於拉力的節奏去跑那樣的路面，我們也不用擔心，這些濺起來的石頭會對車輛造成有多大的一些損傷。總結一下，我覺得對於一台原裝的只有承載式車身的 SUV 車型來說，這基本上就是越野性能的天花板。雖然說在非鋪裝路面上的穿越更能彰顯這輛車它所謂核心的性能，但說實話，這輛車最大價值的體現反而是在現在這個場景之下，也就是高速的巡航能力。雖然說這輛車它可以提供同級裡面相對比較越級的一個越野能力，但說實話，它同時還能夠提供這種高速巡航的舒適性，才是這輛車我覺得最大的能力體現。它相當於可以說是中國市場非常少有的在越野性能和舒適性之間做得很好一個平衡的一款車型。而這樣一款車型其實說實話也非常適合用來進行這些相對比較遠途的自駕遊，因為它可以做到真正意義上適應比較多的一些路況。而即便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昆侖穿越版，它是搭載了 AT 胎啊，但說實話，其實它的路噪並沒有很明顯的增加，在車內依舊是可以保持一個正常說話的一個狀態。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這輛車它整體的隔音表現確實還是不錯的。而唯一可以感受到 AT 胎存在的，可能就是地板以及踏板上一些很細微的一些震動，你的耳朵裡其實反而是感受不到太多的。而接下來就是這輛車它在上了高速之後，你可能需要去適應的兩個小點。而首先，它的剎車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大尺寸 SUV 該有這種剎車的腳感，所以說前段的行程比較長，且制動力施加相對比較緩慢，這是你可能需要去適應的一個地方。在越野路段，它可以更加細膩的去控制制動力，但是在高速路段，你可能是要施加更多的這個制動力的動作。而還有一點就在於，雖然說它整體的高速性能儲備還是不錯的，但是呢，中段再加速的這個響應還是稍微的有一些欠缺的。或許是因為10AT 的變速箱檔位有點多了，它可能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掛哪個檔會更加舒服一些。這也是你需要去適應的。如果說你想要有更好的一種，比如說動力響應的話，或許海外的3.0T V6版本會更能滿足。在我們試駕的前一天啊，這台探險者昆侖穿越版是剛剛公布了它的售價，36.98萬的售價，比它的老大哥，也就是6座版和7座版的昆侖巔峰版要便宜了3萬塊錢。
那当然，这3万塊錢換來的並不僅僅是將2張第3排的電動折疊座椅給變成了後備箱的隱藏儲物格，其實它們在配置上也是有着一些區別的。比如說全車的真皮座椅、前排的座椅按摩和記憶、2排的遮陽簾、B&O 的音響以及駕駛輔助能力上的某一些差異。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啊，這種配置的缺失可能會是一種遺憾，但是啊，說實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一個配置水平可能反而更匹配穿越版這個命名。我們需要的是足夠硬核且均衡的性能，足夠充足且靈活的空間，還有足夠可靠的內飾的配置用料做工。所以說，這樣的配置水平或許會更加匹配穿越版這個命名的精髓。OK， 感謝大家收看本期Autolive，我是哈里森，我們下期再見。